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一款 AI 视频工具，它来自字节跳动，名字叫做 Seedance 2.0。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展示，而是一套已经可以实际使用的视频生成模型。它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啊？你只要上传几张照片、一段文字，那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条完整的视频内容。而且这次的视频不再是简单的拼接，包含了连续的动作、节奏、踩点、人物口型和声音对齐的完整影像。那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它这次已经可以开始遵守物理规律了。比如说重心转移、腾空、落地、旋转这些动作，不再是看起来像，而是在逻辑上成立。更重要的是成本。现在生成这样的一条视频呢，成本已经被压缩到几块钱人民币一条，接近于可以忽略不计了。当一个视频从原来需要团队协作、长周期的制作，现在变成了几分钟、几块钱就能够完成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已经变化了。所以今天咱们来聊的就是 AI 视频。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让全球科技圈集体震动的 AI 视频的产品呢，叫做什么？叫 Sora， 它来自 OpenAI。Sora 呢是在2024年正式对外展示的。当时它最大的突破是可以通过一段文字描述直接生成最长接近1分钟的连续的视频。Sora 当年震撼世界的点就在于它第一次让人看到 AI 不只是可以生成图片，它可以生成连续时间维度内的视频内容，而且很像电影版了。但是 Sora 和 Seedance 2.0 这样面向更广泛的用户，有更低的进入门槛的工具相比啊，那还是有差别。最近有人用 Seedance 2.0 模仿耐克的广告，生成了一段视频。I like balance. I like strength. 要知道啊，耐克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商之一，它在广告营销上的投入一直都是非常惊人的。在2023到2025财年，耐克的广告营销费用达到了40多亿美元。而国际公认的广告费用的分配当中呢，媒介购买的费用通常可以占到80%到85%，广告制作费呢占5%到15%，广告研究费占5%，广告协调费可以占到2%到7%。所以，我们如果用2024财年耐克43亿美元的广告费来计算的话呢，其中用于拍摄广告的制作费用大概就是在2.5亿至4.3亿美元之间。而现在你看，几块钱人民币生成版本的 Seedance 2.0 耐克广告看着也不错啊。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要看看耐克以后还要花多少钱在它的广告大片制作上吧。所以我们讲呢， Seedance 最重要的功能视频生成，它是分钟级的，它将成为新的视频制作生产工具。那很明显，我们现在要看看 Seedance 它的产生会对哪些行业造成冲击呢？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首先它会对广告行业造成冲击，而不只是广告行业会受到影响啊。AI 应用持续落地，还会对很多行业带来深刻的变化。我们来看几个被冲击的行业的维度。第一就是内容创意行业里的中间层的岗位，比如说影视的后期制作、剪辑师、色彩校正师、视觉特效助理等等，这些其实原来都是高门槛的岗位，因为它的技术培养和时间成本都是非常高的。而现在呢 ，AI 它可以把很多流程都自动化了，原来需要团队花几周、几个月才能够完成的任务，现在可能就在几分钟、几块钱之内就能完成了。这对于行业分工结构是颠覆性的。在 AI 进入视频生成这个领域之后，最早反应最激烈的其实不是普通的内容创作者，而是好莱坞。原因也并不复杂呀，因为好莱坞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只是创意，而是一整套高成本结构所构建起来的行业秩序。所以我们说影视行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当你过去告诉投资人啊，一部电影需要5亿美元的预算，那这个故事不管真假，它好像听起来还成立。但是当 AI
开始不断的证明类似的视觉效果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被复制的时候，那这样的故事本身就会被反复质疑。AI 不是在否定艺术，而是在否定高成本等于高价值这样一个默认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传统的广告制作和代理行业了。以往呢，广告代理公司会负责从广告策略、脚本、拍摄到后期的整个流程，那他们会收取高额的佣金，而 AI 的出现就意味着很多品牌甚至可以绕过中间代理，自己在内部或者和低成本 AI 工具结合，就能够完成广告的制作，这就直接冲击了代理行业的商业模式。那么第三层呢，我们说是设计和视觉艺术相关的行业。很多原来靠设计思维、视觉语言打磨作品的岗位，现在在 AI 生成的设计场景下都可以被替代。这当然不会完全消灭设计和视觉的行业，但是会改变大家对设计价值的认知和市场定价。很多人会说了 ，AI 视频也不是第一次出现，那为什么这一次让大家感觉不一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次AI 开始真正触碰的是生产成本了，而不仅仅是像 Sora 那样起到一个展示效果的作用。当技术只是看起来很酷，它对行业的影响是情绪层面的。但是当技术开始把成本压缩到极低的水平，那么它影响的就是各个行业的结构。所以我们会看到，未来这些行业的中间层是受到影响和打击最大的，因为 AI 视频制作的软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定价权。从现在这一刻开始，问题就已经不再是他们好用不好用了，而是谁还需要用原来的那套流程呢？我们说的好莱坞其实不是在说影视艺术，而是在说一套高成本的结构。一部带大量视觉特效的好莱坞商业大片，过去正常的制作成本通常在2亿美元到3亿美元之间。如果再加上宣发的费用呢，总投入往往会更高。我们经常听过各种美国好莱坞大片的拍摄费用的传奇。那在历史上拍摄成本最高的电影之一就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它的制作成本大概是在3.5亿美元左右，因为有大量的特效。还有《阿凡达》系列的续作《阿凡达：水之道》的制作成本也在3亿美元以上。我们会发现，这些电影之所以敢这么投钱，是因为过去有一个前提，就是说高成本意味着高门槛，高门槛意味着这个定价权。AI 真正动摇的不是电影行业，而是这套定价的逻辑。过去呢，如果谁要拍出好莱坞大片那种级别的画面，必须依赖庞大的团队、长周期的后期制作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流程，而这些流程本身就构成了行业壁垒。也正是这些壁垒呢，支撑起了过去那种高预算、高融资、高定价的影视故事的叙事。但是现在 AI 的视频工具正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它把其中一部分高度专业化、不可绕开的流程直接压缩成了一个工具动作。当流程不再是稀缺的资源，那么真正稀缺的东西就会发生转移。但这件事儿呢，其实还有一个更让人警惕的层面。前段时间有一个国内非常知名的影视团队叫做影视飓风，他们测试了 Cdance 2.0 这个模型，结果非常让人震撼。他们发现Cdance 2.0 不仅可以生成高度自然的动作画面，还可以把人脸的图像和人的声音进行高度的匹配。而且在测试过程当中，有一些场景并不是他们专门上传训练素材之后才生成的，甚至包括他们公司的真实存在的一些影观画面 ，AI 也能够生成高度相似的内容。这一下问题就不只是创作效率的问题了。AI 视频生成软件会给我们带来的新问题。你看，我们的人脸数据是谁上传的呢？我们的声音数据它是如何得知的呢？还有我们周围所有的公司居住环境的景观数据，它又是如何得知的呢？他们的这次实验意味着 AI 模型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已经不再完全依赖于你主动上传了什么，而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数据库的基础之上。
这就让我们自然联想到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在未来，当 AI 可以如此精准地还原一个人的面部特征、动作习惯、声音特征，甚至风格、气质，甚至我们居住的环境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边界在哪里呢？现在呢，很多程序都已经要求我们进行人脸识别了，包括手机解锁、支付验证、账号注册，甚至我们日常的办公系统。在过去呢，这些数据被我们认为只是为了安全，但是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它们也同时变成了可以被学习、被建模、被还原的素材。我并不是在说所有的 AI 公司都会滥用我们的数据，或者每一个模型都在偷偷的抓取我们的隐私。但是技术能力一旦存在，而制度和规则如果跟不上的话，它就一定会带来新的风险。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当 AI 已经可以做到像你，甚至比你还像你的时候，那么我们个人的形象、声音、行为模式，未来本身就会变成一种需要被保护的资产。未来真正稀缺的可能不只是算力和模型，还包括数据的边界、使用的授权以及对个人数字身份的保护机制。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轮 AI 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对影视行业、广告行业的冲击，它同时也在倒逼着整个社会重新思考几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什么数据是可以用的，什么数据是不可以用的，什么场景下需要我们的授权才能够成立，以及当技术已经跑到了前面的时候，规则应该怎么样补上。AI 在改变行业成本曲线的同时，有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则和共识去兜底住这些变化？那么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对于个人来说第一步是我们要认识到 AI 不是要抢走我们的工作，而是要改变我们价值衡量的方式。过去你的价值可能是源自于技术执行能力，或者对某一个流程的掌握能力。现在呢，我们的价值更多的要转向判断力、结构思考能力、组合式的创造能力，或者对行业趋势的洞察，而这些呢是 AI 短期内难以替代的。第二，我们要拥抱 AI 作为生产力的工具。比如说，内容创作者就可以把 AI 当作快速的原型和草稿来生成工具，把你从重复劳动当中解放出来。那广告从业者呢，可以用 AI 生成各种各样创意的草案，快速测试市场的反应。投资者呢，可以用 AI 快速做行业数据分析和趋势判断。当技术把某个领域的生产成本压缩到接近于零的时候，第一波被清算的永远不是创造本身，而是那些靠流程复杂、信息不对称、成本虚高存在的中间层。好，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关注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2个方向。第一，就是 AI 应用的下游场景，也就是那些 AI 落地能够产生价值，能显著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带来成本压缩的具体行业，比如说广告科技、内容创作平台、智能客服、自动化设计、AI 辅助医疗影像、AI 在教育里做分级的教学工具等等。这些行业有可能因为 AI 的加入而重新洗牌，新的机会在业态重组之后将会出现。第二类呢是 AI 工具本身的生态和基础设施，包括那些做大模型训练、算力基础设施、AI 平台服务和数据治理的公司和服务。因为无论这些应用最终有多火，都需要底层的技术支持和基础的架构，而这部分呢，在未来也是长期价值的核心。所以普通人和投资者在未来，我们要做的不是恐慌，而是把注意力从担心 AI 会抢走什么，转向 AI 到底能解放我们的什么，释放什么新的价值。这样的转换不是情绪型的，而是逻辑性的机会捕捉。我对于这类 AI 工具的态度一直都不是兴奋，但也不是恐慌。我更关心的是，它改变的是哪一条成本的曲线，它动的是哪一块行业的定价权，以及未来哪些角色会被重新安排。AI 不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失业，但它一定会逼着每个人重新思考我在这个体系里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我所说的 AI 视频创作软件这件事儿， AI 真正要清算的不是创作者，而是那些靠着流程复杂、系统不对称、成本虚高而活着的中间层。这才是 Cdance 2.0 这种工具出现之后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